007中美丽的邦女郎已成为无数人的青春记忆。从1962年第一位邦女郎乌苏拉·安德斯开始，邦女郎就成为美丽的代名词。今天小冷就来盘点25部中的所有邦女郎，看看哪一个能让你眼前一亮。Look， 作为第一位邦女郎，乌苏拉·安德斯身穿白色泳衣，在蔚蓝的海水中宛如出水芙蓉般的出现，在当时可谓是大放异彩，从此奠定了邦女郎在007中不可或缺的地位。而她也凭借本片，从一位籍籍无名的杂志模特，一跃成为金球奖的最佳新人。不过，作为第一位邦女郎，她在影片中的地位却仅是个花瓶而已。第二位是1963年上映的《俄罗斯的爱情》，这部的邦女郎是来自罗马的丹妮拉·比安奇。当时她刚获得意大利小姐冠军和环球小姐亚军，是最漂亮的邦女郎之一。她拥有的美不是婀娜妩媚，不是清纯可爱，而是一种古典的高贵。不过，丹妮拉的演艺事业却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，反而在1970年就嫁给运输公司的老总，从此开始了她的相夫教子之路。在时隔1年后上映的第3部《金手指》中，首次出现了2位邦女郎，其中最先出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雪莉·伊顿。虽然她的戏份较少，但却因非凡的死亡方式而一战成名。作为第一个被007害死的女人，这个被涂满金漆的美女，在34位邦女郎之中始终独占噱头，甚至在08年上映的《量子危机》中还被拿来致敬。另一位是来自英国的霍纳尔·布莱克曼，她不像前2部女主一样只是个花瓶，反而是一个既会开飞机又会空手道的飞行员。同邦德的相知相遇，也充分诠释了那句打是情骂是爱的谚语。同样是时隔1年，第4部《霹雳弹》里首次出现一正一邪的邦女郎，扮演正面人物的法国女星克劳迪娜·奥格尔，她曾是1958年的法国小姐亚军。不过相比较之前的邦女郎，克劳迪娜扮演的邦女郎形象更加饱满。她不仅是一个蛰伏在邦德魅力之下的女人，还是个想要为家人报仇，与邦德一起联手完成任务的搭档。而作为反派邦女郎，卢仙娜·帕鲁兹成为007史上第一个女反派。不过她和邦德的对手戏反而成为全片最大的亮点。Aren't you in the wrong room, Mr. Bond? Not from where I'm standing. 在霹雳弹后的第5部《霹雳谷》中，首次出现了亚裔邦女郎，而且一次还出现了2位。第一个亮相的是若琳·英子，她饰演的是情报部门为邦德特意安排的女同伴，面目平平，也没有什么独特技能，只是街头领路的作用。但她的下场却是在忍者训练营与邦德的共寝中，被沿着细线的剧毒流入了口中，最终在邦德身边香消玉殒。但由于出场在先，历来被称作第一位亚裔邦女郎。另一位邦女郎可谓是查出了天际，她曾因学不会英语险被片方辞退，但为了保住角色，她却以自杀作为威胁，最终才得以保住她邦女郎的身份。第6部《女王秘史》的邦女郎就比较牛了，虽然这部邦德的扮演者是知名度最低的乔治·拉赞贝，但是戴安娜·瑞格却是所有邦女郎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。她所扮演的特蕾西以美貌、智慧和冒险的精神，最终赢得了邦德的真心，也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邦嫂。现实中的她甚至因为演技出色，而成为英史上第一位被女王册封女爵士的艺人。如果你对她不是很了解，那么最新全游中的荆棘女王，你是否还有印象？作为第7任邦女郎，吉尔·圣约翰是个真正的高智商美女。她14岁就获得高中文凭，15岁开始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曾是数学界有名的女天才。但她却并未从事学术科研，反而投身到影视圈，最终在圈内接连找了4位丈夫后，才终于稳定下来。007的第8部终于迎来一位美到没朋友的邦女郎，她就是拥有3国混血的影后简·西摩。在剧中，她饰演一位塔罗牌大师，拥有在塔罗牌中预知未来的能力。她那一头浅棕色的长发，配上一只绿色一只褐色的眼眸，直接将美诠释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更难得的是，现实中她十分热衷公益事业，不但被授予了不列颠帝国勋章，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形象大使，仿佛是因简·西摩耗光了剧组所有的经费，第9部只能请一个完全没有演技的演员布里特·艾克拉诺出演。这位标准的意大利金发美女是典型的除了身材不是问题，其他都是问题的花瓶演员，而她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不讨喜，是那种处处拖主角后腿的猪队友。整个剧情就在她一次次的犯错之中向前推进，否则电影还真撑不了半小时。第10位是出生于纽约的芭芭拉·贝芝，她虽相貌平平，却是第一位与007扮演者不合的女演员。她更是在影片上映后直接含沙射影，称邦德笨得像蜘蛛，只会用女孩替他挡子弹。这种激烈的言辞令人十分好奇，他们2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在17年邦德的扮演者去世时，他还是庄重地称同罗杰一起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，甚至还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是真正的绅士。反正不管真相如何，芭芭拉的大度还是赢得了众人的好评，毕竟斯人已去，恩怨终将归零。第11任是由洛伊斯·奇利斯扮演的妙算博士，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一位邦女郎，更是首位比邦德还要聪明的邦女郎。1981年出演007最高机密的邦女郎，是位真正的滑冰冠军林恩·霍利。虽然她长得古灵精怪，还一心想要与传说中的邦德亲密接触，但邦德却破天荒地拒绝了她，就算她使出浑身解数，也依旧未能得逞。
后面的007可能受大气候的影响，连续多部的邦女郎都比较差强人意，直到第17部黄金眼后，邦女郎才再度绽放光彩。在此之前的第13人邦女郎又是莫德亚当斯，因为她还在第9部中也曾出现过，所以千万不能以貌取人，因为其身后可能会有非比寻常的能量。第14任的坦亚罗伯茨是一个标准的金发碧眼美女，不过此部扮演邦德的罗杰已年近花甲，想要与她在迸射火花时属有点牵强，所以这部剧也成为罗伯茨最不满意的作品之一。第15任马瑞亚达波，第16任是封面模特卡莉洛维，一个能将短发驾驭到如火纯青的美女，她那简单干练的发型，再配上如火般的红唇，瞬间成为007黑暗时刻唯一的一抹亮色。007在第17部中终于迎来一位重量级邦女郎，她就是荷兰模特出身的法米克詹森，其一身红衣加红色轿跑的出场，直接将观众的情绪拉向了高潮，从此红色便成为她专属的代名词。无论是后来 X 战警中的秦格雷博士，还是金刚狼中的凤凰，她只要换上了红色着装，其散发的能量肯定要击压群雄，也让观众瞬间热血沸腾。而1997年上映的《明日帝国》里，也再度出现了2位邦女郎，不过一山岂能容二虎。作为反派的邦女郎泰瑞海切尔，其风头被另一位正面邦女郎压制得几乎透明，而另一位邦女郎正是华裔的功夫女星杨紫琼。作为一位比邦德还能打的邦女郎，想让人不注意实在是太难，她也成为007史上与邦德配合最默契的一位邦女郎。二人精妙无比的配合，从互不信任到亲密无间，直接颠覆了之前所有邦女郎只是花瓶的定位，成为至今不可超越的存在。而其作为首位华人邦女郎，《明日帝国》甚至被称为杨紫琼电影，而不是007电影。如果说杨紫琼是华人中最受欢迎的邦女郎，那么苏菲玛索毫无疑问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。为了突破杨紫琼的邦女郎形象，007制作团队终于在第19部《黑日危机》里邀请了具有法兰西之吻的女演员苏菲玛索出演。90年代的苏菲玛索正值事业的巅峰期，包括《芳芳》和《勇敢的心》在内的一系列经典电影，使她成为全世界最为知名的法国演员，甚至被誉为法国男人永远的挚爱。而其表现也确实可圈可点，无论是令人心碎的绑架幸存者，还是心机深沉的石油大亨继承人，他那楚楚可怜的外表，再配上狡诈无比的内心，确实能让人爱恨交加欲罢不能。而且这种带有欺骗性的外表，也让邦德丝毫没有抵抗之力，最终差点死在他的魅影诡计之下。007系列电影在上映第20部时，已经步入了新千年时代，其剧情理念和画面的制作也彻底步入新的层次。而这部《择日而亡》作为007系列40周年的献礼，在选择邦女郎时也是诚意满满，其主角就是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的哈利贝瑞。这种影后级别的邦女郎，也让邦德的扮演者布鲁斯南兴奋不已，不但主动要求继续参演这部007电影，更是要求米高梅公司增加多段与哈利的亲密戏份，这确实比较符合邦德的荧幕形象。不过除了正面邦女郎，还有一个当时名气不是很大的反派，她就是如今的多料影后裴淳华，一个自己起中文名字的英国女演员，至今都活跃在大荧幕上，甚至还是奈飞版《三体》剧集的制片人。而能参与《三体》的拍摄，她更是将其称为人生中最棒的经历。007从第21部开始，邦德的扮演者将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丹尼尔·克雷格，而与他一同搭戏的邦女郎也不再是一言不合就在一起的角色，反而增添了很多感情戏份，让角色的形象更加饱满。作为克雷格首位合作的邦女郎，来自法国的伊娃·格林出场即是高潮，性感和理性两种完全相悖的特质，在她身上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这种融合更是能让每一个男人为之动容。而有幸一亲芳泽的男人，正是丹尼尔·克雷格版的詹姆斯·邦德，他也是第2个让邦德陷入爱情无法自拔的邦女郎，但他身不由己的背叛和死亡，最终彻底成就了邦德的滥情和专注。第22人邦女郎是乌克兰演员欧加科·瑞兰蔻，因为此时的邦德还未走出伊娃·格林带来的悲伤，所以全片都充斥着一股愤怒的情绪，而这种级别的美也根本无法解救悲伤中的邦德，所以她不但是唯一没同邦德在一起的邦女郎，还是存在感极低的一位。唯一印象深刻的镜头就是她赤脚走出沙漠的场景。不过在这部量子危机的最后，邦德终于手刃了害死伊娃·格林的仇人，最终得以从悲伤中抽身而出，爬上了第23任邦女郎贝纳尼斯·马尔洛的床。不过这人邦女郎也只是个花瓶的形象，只是为邦德爱上第24任邦女郎雷亚塞杜做了一个较长的铺垫而已。讲到这里，007系列也正式步入尾声，在第24部《幽灵党》中也再度出现2位邦女郎，其中戏份较少的是意大利性感女神莫妮卡·贝鲁奇，另一位戏份较多，也将延续到第25部作品中的邦女郎是来自法国的雷亚塞杜。在这部刚刚上映的《无暇赴死》中，不但有雷亚塞杜再度回归，还有一位古巴籍的安娜·德阿马斯惊艳加盟，但这并不是她和丹尼尔的首次合作，二人曾在《利刃出鞘》中就有段非常精彩的对手戏。不过作为21世纪最著名的拉丁美人，在《无暇赴死》中，她不但要展现特工英姿飒爽的一面，还要表现第一次与邦德合作出任务时紧张中有点可爱的一面，而这种反差反而让她成为最吸睛的存在。007系列中的邦女郎盘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面对这么多美艳的女神，小冷最喜欢的就是杨紫琼和伊娃格林。你们最喜欢的又是哪一位呢？欢迎留下你们女神的名字。